副总，云州四大家族正在联手打压傅氏，如今傅氏的股价已经跌破17%，如果再跌下去，傅氏恐怕无力回天。我需要的不是结果，是对策。副总，经过分析，目前最好的对策是我们售出90%的股份。傅氏破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从华尔街挖来的商业精英，如今我们傅氏的股票即将跌停，你们却束手无策。副总，我们股票已经跌破18%了。副总天之骄子，短短几年便把傅氏集团从一个没有根基的小作坊走到如今的地步，如今却养了那么一群酒囊饭袋的废物。面对如此低级的商业狙击，就被四大家族逼得走投无路。你好大的胆子！一个清洁工也敢在副总面前胡言乱语？算了，我这里现在不需要打扫，你先出去吧。副总，我可以帮你。你一个清洁工知道什么是股市吗？还不赶紧滚出去！这可是拯救傅氏集团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副总不相信我，那傅氏集团必将毁于一旦。这可是拯救傅氏集团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副总不相信我，那傅氏集团必将毁于一旦。让他试试。你竟敢随意查看傅氏的保密资料！好大的胆子！保安，把这个骗子给我赶出去！慢着。怎么回事？竟然真的开始涨了！不可能啊！太厉害了，这个确实是涨了，他怎么做到的？这真的可能吗？副总，已经解决了。副总，股价已经回到了今天开盘时的价格，咱们公司守住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副总，既然我帮了你那么大一个忙，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还请副总答应。请说。听闻傅氏集团最近正在建设医疗项目，如果方便的话，还请副总把这个项目交给云州张家来做。这女人有点意思，你去安排一下，把那个医疗项目交给张家去做。副总，这个项目可是扶持的重点项目，已经投入了100亿，这张家不过是一个云州的三流家族，根本承担不起。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很难。他帮我们拯救了傅氏，这个项目就当是我送他的谢礼吧。对了，副总，傅老太太下午为您安排了相亲，您看？不去了，我已经找到适合结婚的对象。哪儿？臭丫头，这又是想逃往何方啊？不是吧，老爸，我都穿成这样了，你还能逮着我？我还要去见泽凯呢。开口闭口就是你老公泽凯，怕是连你老爸是谁都忘记了吧？怎么会呢，老爸？您可是资产万亿、华国首富、金融世界百强之首的苏氏集团董事长。打住打住，这马屁啊你就别拍了。臭丫头，你倒是该回来继承这亿万家产了。是啊，小姐，你这前天送外卖，昨天当保洁的，今天又收破烂的，您这要体验生活到什么时候啊？体验生活有什么不好的？我既能自由自在的养活自己，我还能跟泽凯过平平淡淡的小日子。是，小姐，在您服侍的3年里，张家发展的顺风顺水，您的未婚夫张泽凯也成了云州的商务精英，但您这华国首富千金的身份也是时候该公开了。是的，我正准备跟他说呢。对了，江红，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哦，小姐，您要的温斯顿蓝宝石戒指已经从国外取回来了。老爸，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见泽凯呢。嗨，去吧。拜拜。慢一点儿。小江啊，你要配合好小姐的一切安排。我苏德胜的女儿想要的幸福，
必当全力支持。是。今天是结婚3周年纪念日，泽凯约我在这里见面，一定是有惊喜要给我。副总，您怎么来了？刚才走得急，忘了问你一件事，你结婚没有？啊？结婚？没有。没有？那正好，我也未婚，自我介绍一下，我傅凌远，出身云州傅家，是傅氏集团总裁，有车有房，是云州首富。哎，挺好，挺好的。我缺一个契约结婚对象，觉得你很合适，我可以每个月付你100万，只要你能答应跟我假结婚3年。契约结婚？哎，不是，副总，你等会儿，我时间很紧，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去领证。副总，我刚才话没说完，其实我已经结婚了。那是我唐突了。老公，我等你很久了。老公，这女人是谁？苏南雪，我们离婚吧。老公，你在开玩笑吧？你闭嘴，不准好老公。老公，你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不准喊我老公，你叫我张总。老公，你为什么突然这么对我？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我说你叫我张总。好，张总，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你为什么突然间要跟我离婚？因为我张泽凯和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是傅氏集团和泽凯新签订的医疗项目书，这个项目价值100亿，而且明天晚上泽凯就要去参加傅氏的签约仪式，届时泽凯将成为明州的上流精英。你一个捡破烂的下人，怎么配站在他身边呢？张泽凯，你知不知道这份合同是我帮你要来的？你帮我要来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一个捡破烂，连合同里的字都看不懂啊！你怎么可以这么侮辱我？3年前你一事无成的时候，是我在默默的帮助你，是我在给你出谋划策，是我在陪伴你。你一个捡破烂的，还谈什么出谋划策？您别逗我了，大姐。3年前你们张家不过就是世家末流，现在才刚刚步入上流社会，你就要一脚把我踹开吗？够了，苏南雪，你还不明白吗？我张泽凯需要的是一个能陪我飞黄腾达的贤内助，而不是你这一个捡破烂的清洁工。捡垃圾怎么了？我靠我的双手挣钱，就这么拿不出手吗？你知不知道，这3年就是因为有你这样一个捡破烂的老婆，我才在云州的上流社会抬不起头。泽凯，哼，我受够了你每天带这些破烂东西回来，现在看着这些垃圾，我就想掐死你！你只会拖累我，让我成为别人眼里的笑柄。你错了，其实我是华国首富的千金。我之所以隐瞒身份，是因为这3年都是我在帮你，让你们张家从一个快要破产的小作坊走到了如今的地步。一个捡破烂的是华国首富千金，苏南雪，是不是我跟你说离婚，让你脑子不好了，开始说疯话？哼，是啊，你手上这份100亿订单也是我亲自向傅凌远去要的。苏南雪，这份100亿订单明明就是我帮泽凯哥哥去签下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抢功！你要的，你还能再要点脸吗？够了，苏南雪，还诬陷婉婉，还泼她脏水，
我看你的心思是真肮脏啊！我肮脏？张泽凯，你以为你有多高贵啊？要不是这3年我的扶持，你张家拿什么腾飞？张泽凯又拿什么在我面前高高在上？这个臭女人疯够了没有？我们张家有今天，是靠着我张泽凯的商业天赋和勤奋努力，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你看清楚，我和婉婉就要订婚了，只有婉婉这种优秀的女人，才配站在我身边，成为我的女人。要不是我隐瞒身份跟你结婚，他有什么资格见我？你以一个小三的身份，拿什么来跟我比？你只不过是我们张家养的臭乞丐而已，竟敢叫得比狗还大声！拿着你这些垃圾，有多远给我滚多远！真是一股令人作呕的穷酸味。我任劳任怨照顾了你和泽凯整整3年，你就这么着急赶我走吗？那是你自己犯贱，我们又没求着你照顾。这卡里有20万，就当是你照顾我3年的保姆费，赏给你。我这3年给你花了这么多钱，你说这是赏给我的？今天我跟你们张家恩断义绝，再无瓜葛。还有，我告诉你，我苏南雪跟你离了婚，有的是人要。站住！还有什么事吗？这3年，我儿子也给你买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吧？你滚可以，但是我们张家的一针一线你都不可以带走。婉婉，上！你干什么？你们别太过分！放开！我自己来。这个是我们1周年纪念的时候你在两元店给我买的，还有这个是我生日的时候你在地摊打折给我买的打折毛衣。这条项链是你给你妈买饰品，买3赠1送我的赠品。这就是你们口中值钱的东西，你满意了？苏南雪，还有你手上的戒指。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嫁进你们张家。明天的签约仪式上，我会让你付出1000倍代价。哎呦，我好怕呀！要不我现在就给你点教训。没用的男人才会在气急败坏的时候殴打女人。苏南雪，既然你前夫有眼无珠，放你自由，你还愿意跟我领证闪婚吗？放心，嫁给我，你一定不亏。我愿意。你放心，娶了我，你也不亏。苏南雪，我知道你和我离婚对你打击很大，但你也没必要为了装面子花钱找个演员来装作是你老公吧？苏南雪不过就是个捡垃圾的清洁工，哪有钱请什么演员啊？估计呢，就是找了个夜店，里面拉了个牛郎出来吧。把你嘴巴放干净点，我是云州首富。云州首富傅凌远？没错。笑死人了！你们这种底层的社会垃圾，能不能别白日做梦了？你们根本就不懂傅凌远是何等的存在。傅凌远那可是云州商业传奇，10大杰出企业家之首，1000亿身家，连我都没见过。你这个牛郎也敢把我冲？一个收破烂儿的家庭主妇，一个是没权没势的穷屌丝，你们俩呀，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你们现在有多嚣张，明天的签约仪式上，你们的脸就会有多肿。我会让你们张家知道，什么是悔不当初，什么是一无所有。泽凯，我们何必跟这2个穷鬼置气啊？等你们领了离婚证，他们连见你的资格都没有。没错，你不是要离婚吗？臭娘们还不快走！
陪伴了3年，付出了3年，却换来这样无情的抛弃。别难过了，明晚的签约仪式，我会向云州名流介绍你是我的妻子，到时候他们张家人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好，那就先谢谢副总。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明晚以最美的状态出席签约仪式。进来。大小姐，老爷知道您受了委屈，专门准备了这些，让您去参加签约晚宴。大小姐，这是用全球最大的钻石雕刻的戒指，卡莉王妃戴过的宝石项链，请大小姐换装。Here we go, now look at me, now stay up all night. Here we are, now look at us, now doing it, look at do. Here we go, now look at me, now never go down. Here we are, now look at us, now doing it all. 来啊！花舅父，那次我的投资有多成功？别老是吃啊！今晚来参加签约仪式的可都是云州的商界名流，你呀，多去和一些大佬沟通沟通，好给妈呀调个金龟婿回来。放心吧，妈，我知道了。有我的花容月貌呀，肯定啊，稳稳拿下他们。好。I'm headed straight for the castle. They wanna make me their queen. And there's an old man sitting on the throne there, saying that I probably shouldn't be so mean. I'm headed straight for the castle. They've got the kingdom on fire. 苏南雪，你怎么混进来的？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可不是混进来的，我是光明正大走进来的。你也配？这可是富氏集团专门为我哥打造的签约仪式，能来到的都是云州的上流人士。你一个收破烂的，算个什么东西？你是不是知道我儿子要签100亿合同，跑过来纠缠我儿子的呀？啊！哎呦，生气了！我就是故意的，故意的呀，清洗一下你这下等人身上的穷酸味儿。你知不知道，你弄脏的这个地儿比你的贱命还贵呀？识相点的，赶紧给我滚蛋！不要污染了我们上流社会的空气。你疯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是故意的，故意洗洗你的臭嘴。苏南雪，是谁让你进来的？呀，这不是华国首富千金苏南雪吗？怎么，在我那儿没装够，又来这儿装了？苏南雪，你能不能放过我？我们已经离婚了，就算你再怎么纠缠我，我也看不上你这种趋炎附势的样子，真让人恶心。我纠缠你，你马上就会知道，你在我面前不过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存在，还妄图想拿到富氏的100亿合同，有我在，绝不可能。你少在这对我儿子指指点点，倒是你这个前脚刚和我儿子离婚，后脚马上就勾搭上了野男人。我看啊，他在离婚前8成跟那个野男人啊早就勾搭上了。不守妇道，
不知检点。我不知检点，我不守妇道，你个凤凰男也配来指责我？究竟是谁在趋炎附势，抛弃糟糠之妻啊？凤凰男，我实话告诉你吧，这笔百亿订单确实是婉婉帮我牵线搭桥，不过没有我与生俱来的天赋和这3年的努力，你觉得傅氏能看得上我吗？我原本想带你一步一步地走进云州的商业巅峰，可没想到你连第一份合同都没签完，你就暴露出了本性，还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这3年，我真是瞎了眼了。苏南雪，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云州的商业巅峰，这是你一个只会捡破烂的家庭主妇可以说的吗？张泽凯，我告诉你，你们张家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信不信？和我离婚不超3日，你们张家便会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我们张家少了你一个只会捡破烂的女人，就会一无所有？苏南雪，你敢在傅氏的签约仪式上大放厥词，我看你是不要命了。这样，你现在在我面前跪下，磕头认错，我可以放你出去啊。让我跪下，你们的命受得起吗？我如果走了，那这份合同你们可就签不了了。我如果走了，那这份合同你们可就签不了了。苏南雪，你发什么疯？这签约台也是你能上的吗？我知道我和你离婚让你精神有点不正常，但如果你有病，就去精神病院，别在这里发疯。先是冒领我的功劳，说百亿项目是你帮泽凯签的，现在又大闹傅氏集团的签约仪式。苏南雪，你真是好大的胆子！我看你呀，就是被我儿子甩了，见不得我儿子好，想让我儿子在傅氏集团面前丢脸。今天晚上是我和傅氏签约的重大日子，我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马上给我滚！如果你再不识好歹，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放心，我不会没有自知之明，我也不会一意孤行，我只不过是把我给你的一切都拿回来而已。我可是傅总钦点的对象，你敢撕毁合同？这份合同是我让傅凌远给你的，本来想作为我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礼物送给你的，但你现在的人品真让我感到恶心。想要这份合同啊，你配吗？苏南雪，你疯了吗？傅总掌握着云州所有集团的命脉，是云州的天，他一句话就能定你的生死，你想死吗？想看我拿的合同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张泽凯，你要脸吗？别生气，泽凯。苏南雪，你该不会以为撕毁了合同就能让签约仪式进行不了吧？苏南雪，我原谅你只是个捡垃圾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合作，但这合同我本就是内定，不是你撕毁一份合同就能毁掉的。我看你啊，就是收破烂收多了，看见纸你就想撕，这手啊可有够贱的呢。苏南雪，你撕毁的合同可是傅氏的，你这是在打傅总的脸，你是在自找死路。副总助理到。苏南雪，你听到了吗？副总的助理到了。我跟你的身份本就有云泥之别，我本不想对你赶尽杀绝。如果你一定要毁我签约，就别怪我无情。泽凯，这都是他自己找死，我们得赶紧跟他划清界限。对啊，哥，他摆明了就是见不得我们张家好，得罪傅氏，想毁掉我们和傅氏的合作呢。苏南雪，你我之间再无瓜葛，过了今晚，你就是一条丧家的野犬，就算去要饭，我也不会再对你施舍半分。好啊，好一个毫无瓜葛，好一个丧家野犬。张泽凯，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来人，把这个贱人给我拖出去，省得脏了副总助理的眼。真是好热闹啊！我看是谁在闹事。真是好热闹啊！我看是谁在闹事。方助理，你好，我是张泽凯，非常感谢副总给我们张家这次机会，我们一定非常高效的完成这次项目。撕毁合同，这就是你们张家所合作的诚意？方助理，这些是苏南雪那个贱人给撕毁的，她不仅冒充说这合同是她去签的，而且还公然诋毁副总。方助理，这个贱女
只不过是被我们张家扫地出门的一个贱妇，品行败坏，道德沦丧。你呀，别放在心上。方助理，这样我立马叫保安把他给赶出去，以免脏了你的眼睛。对苏小姐不敬，该打。方助理，这是……你们嘴巴这么脏，该滚出去的是你们吧？张家和傅氏的项目，我想销毁，可以吗？当然可以。这份合同是您给张家的，我听从您的安排。你说什么？难道这份合同真的是宋南雪帮我拿到的？婉婉姐，你不是说这份合同是你帮我哥在副总那里拿到的吗？你说什么？他拿到的这份合同可是副总让我亲你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婉婉，你马上给我个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秦婉婉，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份合同当然是我去签的，大家可不要为这两个女人给骗了。她不过就是苏南雪请来的演员罢了。傅氏价值100亿的合同，怎么可能被两个没有来路的野女人说废就给废了？你们这是公然骑在副总脖子上犯事，是对副总的大不敬。对啊，哥，你赶紧去找负责人问一问啊，万一这合同还没有被废除，赶紧把这两个骗子给拉出去。好的，你们给我等着。哎，喂，楚总，我是张泽凯，我想请问一下，和傅氏合作的那个项目现在怎么样了？听说被废除了？没有啊，副总马上就会到签约晚宴和您签订合同。啊，好。哎，你们都听见了吧？副总马上就到签约晚宴，我看你们还要装到什么时候？苏南雪，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在我面前跪下，磕头认错。我还能替你在副总面前美言几句，还能饶你一命。如果现在你们跪下向我磕头认错，我也可以饶你不死。真不知道你个收破烂的，凭什么身份说此大话？装，你继续装。你现在有多嚣张，你一会儿被打脸的就有多惨。不用，来人，把他们腿打断，给我丢出宴会厅。副总到。来晚了，让你吃委屈了。没事儿。哟，这不是苏南雪的那个牛郎老公吗？一个牛郎，连副总都敢冒充，你找死啊！苏南雪，你能不能换一个演员，换个我们不认识的呀？不是你怎么总喜欢找这个牛郎来陪你，演什么霸总的戏吗？跳梁小丑，真的笑死人了！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议论副总身份？你把合同都撕了。苏南雪，我知道你被我甩了，你想找个牛郎来充面子，我能理解。但有时候充面子，把自己脸打肿，丢人的可就是你自己了。再敢指他一个试试。哼，我可是副总的贵宾，你能拿我怎样？啊？我给你100亿订单，完全是看在南雪的面子上，不然你这么垃圾，也不会跟我傅氏合作。王妃，废除傅氏和张家的100亿订单。是。演，继续演。你们这些穷人，怎么就这么喜欢装面子？泽卡，毕竟他们这些穷人，也就剩这么一点面子了。我说牛郎，苏南雪给你多少钱？如果你很缺钱，找我，我可以帮你啊。儿子，你干嘛给这个穷屌丝钱？妈，我的条件还没有说完呢。啊！我们张氏集团大门口啊，缺条看人的狗。如果你愿意去，我可以赏你几块骨头吃。你的电话该响。哎呦，还挺像模像样的。哟，演戏还演全套，电话还真响。喂，楚总。什么？和傅氏的合作取消了？泽凯，怎么回事啊？真的是傅凌远，婉婉，他真的是傅凌远，他真的是我的偶像傅凌远，不可能，这不可能！
副总，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她不过就是一个收废品的垃圾，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她怎么配做你的夫人啊？骂我夫人，张嘴！记住，苏南雪是我夫人，你敢欺负她，就是跟我傅凌远作对。她不过就是一个被张家扫地出门的弃妇罢了。赶紧跪下磕头道歉！要我跟这种下等人道歉，这辈子都不可能。芳菲，取消傅氏和张家的一切合作。是。还不快道歉！对不起，宋南雪。这时候你怎么不说这傅氏的订单是你拿来的呀？张泽凯，这就是你看上的女人啊，真令人恶心。苏南雪，难怪你这么有恃无恐，不就是攀上了傅凌远这棵大树吗？好你个瞎！你一定是在离婚以前就勾搭上了傅总，你居然敢绿我儿子！我打死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你竟然敢打我！我为什么不敢打你？自从你们张家拿到了这个百亿订单，最会仗势欺人的人不就是你吗？你给我闭嘴！你个小贱人，我是你的长辈，半山孝为先，你打我就是不忠不孝。张秀莲，你还真是会倚老卖老。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为老不尊，为幼不敬？苏南雪，她是你婆婆，你现在连你婆婆都打吗？前婆婆而已。在你家这3年，欺负我最多、羞辱我最多的人不就是你吗？你别忘了，有一年你生病交不了钱，靠的是我。要不是我，你早就死了。还有你，张泽凯，跟我在一起这3年，你连一丁点花时间了解我你都不愿意，你注定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行，你现在这么猖狂，不就是攀上了傅凌远吗？我好心告诉你，像你这种女，不可能把握住他，你只不过是他的暖床工具。等他玩腻，一脚把你踹开，你还是得乖乖回去做你下等人。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只有像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垃圾，才会在气急败坏的时候侮辱女人。一无是处？我看一无是处的是他吧，他有哪一点配得上你？像他这种人站在您身边，都是对你的侮辱。那我还要说声谢谢。不客气，像我他这种……谢谢你。要不是你跟苏南雪离婚，把你们3年的感情付诸东流，我又怎么会遇到南雪这么优秀的？他不过是我玩剩下的野鸡罢了。想不到堂堂傅氏总裁居然会喜欢我玩剩下。他是什么样的人，不需要你来告诉你，你只需知道离开了他，你会后悔。后悔？我抛弃了像他这种，高兴还来不及。苏南雪，苏南雪，我跟你在一起3年，竟然没发现你这么会勾搭男人，居然勾搭的傅氏总裁倒追你。这3年你没少爬上他的床吧？你个水性杨花、淫荡无耻的人！好一个水性杨花，好一个淫荡贱妇！你为了这种小三，抛弃了一个陪伴你3年、为你付出3年的人，到底谁更无耻啊？好一个水性杨花，好一个淫！你为了这种小三，抛弃了一个陪伴你3年、为你付出3年的人，到底谁更无耻啊？你敢打我？我为什么不敢打你啊？你张家能走到今天，是靠我在背后默默扶持。你可相信秦婉婉这个贱人？你都不愿意相信我。我张家有今天，靠的是我自己，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张泽凯，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张泽凯，既然你觉得自己如此有能力，那我就给你证明自己的机会。从现在开始，整个云州，谁敢跟张家合作，就是跟我傅凌远为敌。张泽凯，接下来你能提高到什么样的高度，我拭目。副总，您不能只听苏南雪的一面之词啊，泽凯还是很有能力的，他一定能够给傅氏带来更多的利益的。你未免也太高了。跟各位正式宣布一下，苏南雪是我傅凌远的妻子，我们已经领证结婚了。我看以后谁还敢欺负她？南雪，我们走。副总，刚才都是误会。南雪，你帮我，帮我劝劝副总。张总忘了，是你亲自跟我划清界限，我与你们张家再无瓜葛。傅凌远，你放肆！傅凌远，你放肆！居然敢找一个捡垃圾的野女人当老婆，你还顾及我们傅家的脸面吗？哥，你怎么来了？混账东西！
婚姻大事也是你能擅自做主的，而且他找这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野女人啊！哥，你不能这样说南雪。那我要提醒你和沈家大小姐沈凌飞还有婚约在身，商业联姻而已，随时都有可能废除。再说，沈凌飞这个人个性狂妄自大，我根本不喜欢他，也不会娶。难怪当时招闪，原来是想躲避家族联姻。傅凌远，你好大的胆子！你和沈小姐的联姻是奶奶亲自安排，板上钉钉的事，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如果我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做不了主，那我还当什么傅氏集团掌权人？傅大少爷不用担心，傅凌远的这个妻子是假的。婉婉，他谁呀？这个呀，是沈家二小姐沈月儿，这可不是个好惹的角色。她有一个姐姐叫沈凌飞，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你什么意思？她是假的？傅凌远，你为了毁掉和我姐姐的婚姻，找一个收破烂的女人来冒充你的妻子，不感觉你很过分吗？谁跟你说他是冒充？沈家可比傅家厉害多了，屹立在云州几百年，四大家族跟沈家比，也就是蚂蚁和大象。没想到沈家这么厉害啊！那苏南雪得罪了沈家，岂不是死定了？傅凌远是我姐的男人，你识相点就干净，否则等会儿我姐到了，她一声令下就能断你生路。你在威胁我？不，我姐一句话就能要了你的命，这才是威胁。你够了，你敢动她试试？傅凌远，你知道的，没有什么事是我姐不敢做的。诸位，据我所知，这个女人前几天才刚离婚，今天就跟傅凌远搞在一起，这其中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应该清楚。而你一个出卖身体取悦男人的贱妇，只要你肯跪下磕头认错，我可以放你出去。想让我下跪，你配吗？看来我不收拾你，不知道我们沈家的厉害。苏南雪是我妻子，麻烦你放尊重点。傅大少爷，你现在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傅家为了一个收破烂的底层人欺负，跟我们沈家决裂吗？沈二小姐，别生气，你我两家是世交，你们家的沈老和我们家的傅老又是多年的至交好友，怎么可能因为这个女人而闹掰？听到了没有？你个垃圾！我劝你早点放弃嫁入豪门的想法。你心中的堂堂傅氏总裁，只不过是个联姻的工具，给不了你想要的金钱和权势。嫁入豪门？我就是豪门。况且现在什么年代，婚约这种旧时代的产物，也不用太当真。哼，笑死人了！你一个一事无成的弃妇，还敢说自己是豪门？只要你肯从这里跪着爬出去，我可以原谅你刚才的愚蠢跟鲁莽，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今天我在这，我看谁敢让我夫人下跪。傅凌远，你真的太放肆了！傅楚轩，我是不会跟沈凌飞结婚的，我的妻子只有南雪一个人。傅凌远，你别不识抬举，得罪我们沈家，你知道后果。我大哥忌惮你们沈家，我可你要是再敢出言不逊，我不会放过。不就是区区一个沈家吗？得罪了又何妨？好一个区沈家，好一个得罪了又何妨？敬酒不吃吃罚酒。等我姐到了，你们傅家就等着从云州商界出名吧。保安，把这个满嘴喷粪的女人给我轰出去！慢着，我倒要看看谁敢抢我沈凌飞的奶。傅凌远，你明明和我有婚约，可我却听到你说你的妻子是他。姐，你终于来了，就是他抢了你的男人。苏南雪，我和傅凌远有婚约，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夫，你也敢抢？沈凌飞，别在这惺惺作态，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不会跟你结婚。你和我是商业联姻，你注定要娶我，况且你是我沈凌飞看上的男人。你看清楚了，我和苏南雪已经领证结婚了，我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领了证也可以离婚，我不介意。苏南雪，像你这种货色还入不了我的眼，更不配做我沈凌飞的情敌。你扒着傅凌远不放，无外乎是看上了他的钱。你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我沈凌飞最不缺的就是钱，
只要你现在离开他，并且当众承认你在勾引有夫之妇，我开心，给你1个亿都没问题。1个亿也配叫钱？如果我不答应呢？这可是1个亿啊！是苏南雪一个收破烂的，几辈子都挣不着的钱。依我看呐，苏南雪就是嘴硬，待会儿啊肯定会选择钱，再反脚踹了傅凌远。苏南雪，你不过就是傅凌远躲避婚姻的工具罢了，该不会以为傅总是真心喜欢你吧？你还在装呢？沈大小姐愿意拿钱砸你，你就应该跪下磕头认错。怎么担心钱给的少？我劝你想清楚，我是可以容忍凌远婚前的花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被玩腻了，下场该是多么的凄惨。我劝你拿着这些钱作为你下辈子的倚仗，然后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你错了，我依仗的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还有，我和我老公过得很幸福，我们是不会离婚的，反而是你，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你傅凌远，你好好看看，这就是你选的女人，只会哗众取宠。我知道你只是暂时被这个狐狸精蒙蔽了双眼，我可以原谅你，再给你一次机会。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要不要跟他离婚，履行我们的婚约？否则我会动用一切关系让魏家覆灭。傅凌远，你和沈家大小姐本来是一段良缘，但是现在却为了这么一个野女人，要往死里堵傅家。你是想给整个傅家带来祸患吗？傅凌远，你竟敢撕毁婚体，你当真要与我沈家为敌吗？沈凌飞，我告诉你，她是我傅凌远，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傅氏。为了她，就算与你沈家为敌又何妨？傅凌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记住你今天的决定，这都是你逼我的。5分钟内让云州傅家破产。傅凌远，我好言相劝，如果你收回刚才的话，我可保你傅家安稳。凌远，沈大小姐已经给你台阶下，你就赶紧认个错误。难不成你想整个傅家都毁在你手上吗？上一代的纸质婚约凭什么约束我的情感自由？我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何错之有？傅家能有今天的一切，都是我傅凌远自己打拼来的。就算他楼塌了，我也能让他的楼再起来。凌远，今天谢谢你帮我，现在该我护着你了。没关系的，南雪，就算我破产了，也不过是回到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里。苏南雪还在吹牛呢，让我看不出2分钟，傅家就要从云州消失了。一个捡垃圾的废物，还想着说什么对抗沈家，帮助傅家，可笑至极。给我盯紧沈家对傅家的商业狙击，如果傅家的股市出现任何动荡，我要你们立刻从云州消失。苏南雪，你好大的口气！你说这话是把我们都当傻子吗？沈大小姐，不如我们打个赌吧，5分钟，如果傅家破产，那我就跟他离婚；但如果5分钟后傅家的股市一往如前，那么就请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简直是找死！好，我跟你打赌。苏南雪，我好言相劝，以沈家的实力，覆灭一个云州的顶级势力只需要5分钟。你一个捡破烂的，还敢口出狂言？一个捡破烂的垃圾，还想干扰股市？苏南雪，你这个疯子，真的自寻死路啊！5分钟已经到了，各位不妨看看吧。傅家的股市居然没有动荡，不仅没跌，竟然还涨了。为何他能再次撼动股市？难道他真的来力不逮？到底是怎么回事？抱歉，沈总，几分钟前突然有千亿资金涌入资本市场，强势阻挡了我们对傅氏的攻击，我们也无能为力。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用管我是谁，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怎么可能？
你一个收破烂的，怎么可能会调得动千亿资金？愿赌服输，沈小姐。如果你不想滚的话，那你就为你刚才粗鲁的行为向我道歉。你让我当着这么多上流人士的面给你这种烂货道歉，绝对不可能！都别闹了，奶奶。傅老太君，沈大小姐，您大可不必担心，你和凌远的联姻是我定的，我自然不会出尔反尔。多谢傅老太君。奶奶，这是我的妻子苏南雪，我们已经结婚了，我是不会再娶沈凌妃的。住口！傅老太君，既然你已经答应了我和凌远的婚事，那我们沈家为表和傅家联姻的诚意，特地备上厚礼送给你，顺便让某些穷鬼看看他和我和凌远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好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将礼呈上来。傅老太君，我知道你喜爱书法，特地送上了齐白石的自画像《白石草衣图》，价值5000万。多谢沈小姐。白石草衣图啊，这可是无价之宝啊！不愧是百年世家，出手就是阔绰，第一件礼物都价值5000万，往后的岂不是要破亿？傅老太君，我还知道您喜欢瓷器，特地送上了官窑青花纹龙冠，它自唐代诞生已有1000年历史，堪称瓷器之王，价值1个亿。这不是青瓷拍卖会上的那个罐子吗？据说被神秘人给买走了，原来是沈大小姐啊！这傅家和沈家联姻可真是赚大发了。沈小姐真是有心了。傅老太君，等我嫁进傅家，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搞这么大阵仗，不过1-2个亿而已，还说自己是百年世家，就拿出这么点积淀，你可真好笑。价值1-2个亿，你一个月收垃圾也才1-2千块钱，就算你打1万年的工，也没有这么多钱吧？真不知道你毫无底气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给你5分钟，准备一套给傅老太君的礼物，马上送过来。再等5分钟，你就明白我的底气从哪儿来。再等5分钟，你就明白我的底气从哪儿来。南雪，你不用为我讲出头，这些事儿都让我来解决就行。好啊，看来不动些真格的，你们还真是蹬鼻子上脸。傅老太君，这是我送给您的第3件礼物，位于云溪亭的苏州园林一套，价值3个亿。竟然是云溪亭的苏州园林，它的前身可是一座清代庭院呐，据说里面美的像一幅山水画一样啊！傅老太君，既然你已经答应了我和凌远的婚事，我自然不能怠慢了您。奶奶，我跟南雪已经结婚了，这些礼物绝对不能收。不就是一套苏州园林吗？傅家就打算把林远卖了吗？苏南雪，我可以原谅你没见识，给你科普一下，华国仅有的2套苏州园林，一套在云溪亭，一套在绿城江，只有顶级的富豪才有资格购买。更何况沈小姐送的可是云溪亭的苏州园林，那可是华国最贵的园林了。自己身上没几个钢镚儿，还嫌弃2-3个亿的礼物，你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哼，华国确实只有2套苏州园林，不过沈小姐，你确定你买的是云溪亭的苏州园林吗？你什么意思？他怎么猜到我买的不是云溪亭的苏州园林？华国最贵的云溪亭苏州园林早已在我名下。华国最贵的云溪亭苏州园林早已在我名下。苏南雪，你听听看你自己在说什么，一个捡垃圾的说买了一套苏州园林。你要不是在我家待了2-3年啊，我都被你的演技给骗到了。沈小姐，我说的对吗？就算我买的不是位于云溪亭的苏州园林又怎么样？你呢？连苏州园林的一块砖都买不起吧？哎呀，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沈小姐啊，这个苏南雪呢，就是知道她马上就要被副总甩了，养不起自己了，在你这儿啊找死呢。南雪，你放心，
不管沈凌飞他想干什么，我是绝对不会答应跟他分手。林远，我相信你，接下来交给我吧。还有2分钟，我就会让你们见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礼物。你又在说什么大话呀？啊，你不会是要让你那些捡垃圾的同伴来给你送礼吧？瞧瞧你说话的语气，多有气势啊！我都开始佩服你，明明一无所有，还装得胸有成竹。沈凌飞，你再敢骂一句苏南雪，你试试！凌远，这个女人和沈小姐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不在一个阶级上，赶紧和她离婚！奶奶，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我是绝对不会跟苏南雪离婚的。傅老太君，您说的对，沈凌飞确实跟我不在一个层次，也不在一个阶级。既然知道，那就赶紧滚！沈凌飞送的这些东西，满打满算也就几个亿，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很了不起，不过对于我苏南雪来说，不过就是些不值钱的垃圾，根本不值一提。苏南雪，你好大的胆子！苏南雪，你竟然真的把沈大小姐送的礼物给摔了，你不要命了！苏南雪，你这个废物，竟然敢摔坏我的东西，你就不怕死吗？你别动他！想靠这些垃圾东西来抢我的男人，你还真有自信啊！好啊，你口口声声说我送的东西是垃圾，那你有本事送出更好的东西来，而不是只是在这里无能的口嗨。江湖应该快到了。那你一会儿就好好睁大眼睛看看，什么是好东西。保安呢？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抓起来！沈凌飞，我夫人不就是摔坏了你几件礼物吗？多少钱？我赔给你。你确实是一个很有担当的男人。你赔？你赔得起吗？官窑青花龙纹罐乃是历史文物，是无价之宝。你又想干什么？住手！给我住手！垃圾东西，爱你，怎么吓坏了？你放心，这些垃圾不用林远帮我赔。你看看，这就是你找的女人，我们傅家马上就要毁在你手里。来人，把这个贱女人给我抓起来！我现在就要了她的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来替苏大小姐送来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竟然是华国首富的特助江红，没想到啊，竟然有生之年我还能见到真人。他不仅是华国首富的特助，他是华国商会的会长，云州4大家族，甚至是沈家，都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我来替苏大小姐送来了千年帝王参一根。千年帝王参，据说是世上仅存这一根，服用之后能延年益寿，价值上亿呀！原青花玉窑螭纹礼瓶一对。啊，玉窑螭纹，那可是古代帝王的御用瓷器啊，这才叫真正的绝品呢！是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真迹一副。天哪，这是《千里江山图》，这陵墓至少比沈小姐送的昂贵5倍啊！哦，用全球最大的钻石雕刻的亡国之心项链。亡国之心，这可是袁显灵大师的收山之作，被称为钻石项链的绝响。深海蓝魔号游艇一艘，云溪亭苏州园林一座。居然真的是云溪亭的园林别墅。还有苏氏集团赠送投资合同一份，投资金额100亿。不愧是江会长啊，连这100亿订单都拿来当礼物送。我估摸算了一下，这些礼物总价值差不多200亿。哎呀，200亿！这难道都是苏南雪送的？他不就是一个收破烂的穷鬼吗？
他该不会真的是什么大佬吧？苏南雪怎么可能送得起这些东西？不可能！是，难不成苏南雪真是什么大人物？我刚才竟敢和他抢男人！苏南雪，你到底是什么身份？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的真实身份，是你自己不相信而已。这不可能！难道这3年真的是我有眼无珠了？傅老太君，这些都是我家小姐送的礼物。谢谢大小姐，谢谢江会长，这些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可能？苏南雪这个废物怎么可能送这么贵重的东西？谁给您的勇气，敢污蔑我家小姐？傅老太君，3天后，我家董事长会在云州为我家小姐举办回归宴和家主继承仪式。这个是我家董事长给傅家的请帖，还有我家小姐会在回归宴上宣布她的新丈夫傅凌远。傅先生是个有担当、有能力的好男人。你说什么？大小姐的新丈夫竟然是我家凌远？这个萧红说话也太直接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说这种事啊？江会长，大小姐是不是搞错了？我已经有妻子了，大小姐什么时候来宴会，我亲自跟她解释清楚。这么尴尬的时候，还是先别宣布我的身份了吧，不然凌远肯定接受不了。大小姐她就在……看来大小姐现在还不想公布身份。你放心，江会长，不管大小姐有没有将我家凌远弄错，大小姐的回归宴，我傅家一定准时参加。好，这是请帖。啊！这傅老太君可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一张请柬而已，就把她开心成这样。你这个蠢货，这可是华国首富千金的回归宴。什么？这些价值100亿的礼物都比不上这一张请柬的。傅老太君，这几年傅氏在傅凌远带领下，短短几年便成为云州商业之最。我作为华国商会会长，送这些礼物也是一些心意。江会长真是有心了。既然礼物已经送到了，那我便走了。苏南雪，你在洋洋得意什么呀？那是首富千金送给傅老太君的礼物，关你这个穷鬼什么事儿？你不会无耻到要赠首富千金的礼物吧？你这是什么意思？刚才江会长来的时候说了，是替首富千金来送礼，可没说苏南雪就是首富千金。如果苏南雪当真是那等大人物的话，那江会长怎么会连个招呼都不跟他打？所以这些礼物根本就不是苏南雪送的。哦，他说的没错，苏南雪要是首富千金的话，江会长不该不认识他呀。是啊。哼，苏南雪，我差点又被你骗了。你成天虚张声势的吹什么牛啊？你是不是要去竞争吉尼斯世界纪录吹牛奖？你们还真是一群蠢货。哦，对了，沈大小姐，苏南雪在张家做了3年的家庭主妇，她如果是首富千金的话，我们能不知道吗？要不是刚才那位大小姐提醒，我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大人，原来就是个不知死活的废物。沈凌飞，就算我不是首富千金，那也改变不了你送的这些东西什么都不是。哼，苏南雪，你到底是真蠢还是装蠢？你刚才没有听到江会长说的话吗？苏大小姐已经看上傅凌远，而且在回归宴上宣布新丈夫就是傅凌远。你不会真以为堂堂江会长会故意说错名字？沈凌飞，你够了！你确定要在这样的场合继续闹死？傅凌远，你不必对我如此厌恶，我已经对你不感兴趣。倒是你，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和苏大小姐抢男人。苏南雪，你就继续嘚瑟，我倒要看你怎么被苏大小姐玩死。我们走。傅凌远，你要是还把我这个奶奶看在眼里，你就跟这个女人立刻离婚。奶奶，不管那位大小姐是不是真的看上我，都不可能抛弃南雪去攀附那位大小姐的权势。我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想要什么就靠自己的双手。我为张泽凯付出一切，他却为了金钱权势无情的抛弃我，
傅凌渊只是我随便闪婚的男人，他却处处维护我，守护我们之间的婚姻。傅凌远，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你已经得罪了沈凌妃，这次要是再得罪这位苏大小姐，我们傅家还有出头之日吗？你们放心，我已经开始准备云州商务园区的项目截止。明晚苏家会在云州举办招商大会，为这个千亿项目寻找优质的合作伙伴。你的意思是？没错，只要我们能拿到这个千亿项目，获得华国的资金支持，那么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受到此大家族，包括沈家的挟持，进而走上华国的商业巅峰。可是这华国的商会会长是江红，江红也是苏大小姐的人，你这次得罪了她，你觉得我们能拿到这个项目吗？奶奶，您放心，我已经请到了华国5大设计师之一的宇安，有了他的设计图，相信这个项目一定会是我们傅氏的。好，只要你能带领傅氏继续走向高处，我就允许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楚轩，我们走。凌远，以你的才华，我相信明天苏氏招商会中标的一定会是你。好。小姐，这是明晚招商大会的至尊邀请函，老爷可是发话了，让您亲自操办。好，当了那么久的甩手掌柜，也是时候为老爸分担点工作了。小姐，这3年来，您虽然一直不在公司，但私下也没闲着。云州的商务园区可是您亲自操办的。看来明晚我们苏氏招商大会，小姐心中已经有了内定人选。虽然各家都在公平竞争，但是在我心里，能配合我们苏氏合作的只有凌远。对了，江红，这份设计图还有半份在家里，你帮我取来吧。好的，小姐。凌远，明晚的招商会我还缺一套礼服，你晚点有空陪我去挑吗？喂，苏儿小姐，我是婉婉，您大学室友。秦婉婉啊，怎么了？我听说3日后苏家要在云州举办苏大小姐的回归宴，还有家主继承仪式，到时候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引荐一下这位苏大小姐？家主继承仪式？怎么了？您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我会放在心上。好，对了，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儿？明晚苏家要举办招商大会，为筹备已久的千亿项目选择最佳合伙人，能不能请您帮张家在苏大小姐面前美言几句？招商大会？没错。苏南雪，你刚回苏家就要逞威风，很得意是吗？那我就偏要砸了你的场子，不如你的意。秦婉婉，你如果想要拿到千亿项目，就按我说的做。没问题，苏大小姐，您尽管吩咐，我都听你的。苏南雪，你这个贱人！3年前你忽视苏家给你的一切，跑到张家去当家庭主妇，现在凭什么回来跟我抢苏家家主之位？苏家未来的家主只能是我。好，我知道了。泽凯，怎么了？傅氏和我们的合作取消后，云州很多企业因为违反协议赔钱，也不愿意跟我们继续扯上关系，我们很多项目都被迫终止。都怪苏南雪那个贱人，毁了我们张家。哥，都怪苏南雪，她今晚大闹千园晚宴，才让傅氏甚至整个云州给我们留下了坏印象，才导致我们张家被封杀的。亏得我们让她吃让她住，白养了她3年，就因为你要和她离婚，她就如此报复我们张家，真是最毒妇人心呐！哥，我们一定不能放过她。眼下傅氏的订单算不了什么，但如果我们被云州封杀，那我们就真完了。这怎么办呢？这秦婉婉，你为什么要骗我们？为什么说那个百亿订单是你拿到的？秦婉婉，你最好给我个解释，不然我饶不了你。我现在解释的再多，能挽回之前的结果吗？泽凯，你别担心，我已经为你找到了更强的靠山。更大的靠山？没错，华国第一首富已经休假。苏家2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她答应了我，3天后苏大小姐的回归宴上会把我们引荐给苏大小姐。真的吗，婉婉？你真的认识苏家2小姐？
不仅如此，明晚苏家的招商大会上要为千亿项目选出最优质的合伙人，而我已经帮你们拿到邀请函。真的吗，婉婉？明晚我还会给你一份设计师西瑶亲自设计的图纸，有了这份图纸，你一定能拿下这份千亿订单。华国第一设计师西瑶，婉婉，你真的认识他？因为我就是西瑶。秦婉婉，我会给你一份由西瑶亲自为千亿项目设计的图稿，只要你拿着它去招商大会，就一定会中标。婉婉，你真的是西瑶本人吗？我之前一直隐藏身份，还是怕你们有压力。但是现在张家已经到了存亡时刻，我怕如果再不告诉你们的话，张家就真的完了。泽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不，婉婉，我信。等我们拿下苏家这千亿订单，我张家一定能一飞冲天。就算丢了这傅氏的订单又如何？苏家可是华国第一家族，区傅氏又算得了什么？哎呦，婉婉，阿姨呀，刚才呀，其实就是说的气话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对，婉婉，刚才我也不是故意的。等我拿下这笔订单，我一定好好补偿你。泽凯，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也让那苏南雪看看，离了他，你只会更辉煌。对，没错，苏南雪这个贱人，只会靠傅凌远上位，她最后只会被我们踩在脚下，发烂，发臭。喂，凌远，你快到了吗？啊，好。哇，你看，阿姨，这可是云州最高端的礼服店。泽凯说了，今天这家店的礼服我们随便挑，明天啊，一定要打扮得美美的，去参加招商晚宴。就是，等到明晚呀，我哥拿下了苏家的千亿订单，别说这几件礼服了，就是这家店呀，我们都能随便买呢。哎呦，这个贱人怎么也在这儿？真是哪儿都能碰到他，瘟神一个。苏南雪，这可是云州最高端的礼服店，任何一件礼裙都要几十万，你一个穷鬼来这儿，自取其辱啊！哼，估计啊，又是在傅凌远那儿坑蒙拐骗、出卖肉体拿的钱吧？真是放的。我说，你们一大家子是不是都脑子有病？你好，这件礼服我可以试一下吗？小姐，这件礼裙可是镇店之宝，由英国著名服装设计师安娜设计，全球仅此一件，价值100万。你确定要试吗？哎呦，这一股子穷酸味儿，可别把你们的衣服呀给弄臭了。啊，对了，这位小姐刚离婚就跟别的男人上床了，你们店不是最注重品牌价值吗？她也配穿你们的礼裙吗？那你呢？一个满嘴谎话、道德败坏的小三，难道就配吗？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说我们婉婉是小三儿？我告诉你，婉婉是我们张家唯一承认的儿媳妇。你个晦气的女人，赶紧给我滚蛋！阿姨，先别着急赶她走嘛，就让她好好看看我们穿上礼服高贵美丽的模样。行，这件礼服我不要了，毕竟你们穿过的我都嫌脏。慢着，南雪，这家店我买了。这家店我买了。先生，你说什么？既然我夫人看上了这家店的礼服，那我就把它买下来，让她慢慢试。先生，你就不要和我开这种国际玩笑。哼，我刚刚的表述可能不准确，我的意思是不止这家店，你们在云州所有的连锁店，我全买了。凌远，其实不用这样。副总，您可别逗我笑了，这可是顶奢的礼服品牌，别说把所有的连锁店都买了，就单这一家就价值好几个亿，你真的要为这样一个下等人耗费万金吗？也不怕丢了你傅氏的脸面？副总，你还真以为这云州是你的天下呀？那几十家店想买就买？哼，
笑死人了。副总，我可要提醒你一下，像这种顶奢的品牌，你愿意买，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卖呢。把礼服卖给苏南雪这种贱妇，只会拉低了品牌的档次。是吗？是的，先生，我们这家店啊，最看重的就是顾客的社会地位，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得到。方飞，帮我买下白瑞这个顶奢的礼服品牌。你说什么？怎么，副总买不下来了？发生什么事了？当然没买到了。这个品牌啊，可是苏氏集团的，苏氏的产业是你想买到就能买到的吗？但是我们呀，可就不一样了。那是自然。哎，你别以为啊，你谈上了傅凌远就能横着走了。我告诉你，我们秦小姐啊，已经为我们张家呀找到了新的靠山。在我们新的靠山面前啊，你们算什么东西？不是啊，你刚被这个秦婉婉骗过，又不长记性了，还信他呀？苏南雪，你少这么居高临下的跟我讲话。你要是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再知道我们新的靠山是谁，你呀就只能乖乖的在我面前跪下求饶。这个女人呐，最会的就是招摇撞骗、装腔作势，你还不赶紧把她赶出去啊！要是影响了苏氏的声誉，哼哼，你负担得起吗？你们凭什么认为苏氏不会卖啊？请你们离开，不要在这胡闹了，否则休怪我报警。再等1分钟。装，继续装。你说什么？刚刚接到总部的电话，我们云州所有的店面将以20亿的价格被傅氏收购。不是副总，你怎么想的呀？为了他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垃圾，你花了20个亿。秦婉婉，我丈夫愿意为我花20个亿，张泽凯可以吗？你不过就是床上功夫好了一些呢，把我们副总耍得团团转。南雪，这些礼服店你们女孩子应该都很喜欢吧？我就把它全都送你。好，那我就收下了。既然现在我是这家店的老板，那我是不是可以制定点店规啊？这是当然，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吩咐下去，以后这个品牌旗下的所有门店，这3个人和狗不得入内。劲儿着你！苏南雪，明晚苏氏晚宴，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好啊，那我们一定会盛装出席，等着你哦。服务员，这3只疯狗在这儿真的很吵。保安，将这3只疯狗给我赶出去！你们敢！去动我！别动我！慢走不送哦。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一群下等货色！真不知道苏南雪那个小贱人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让副总给她花了20个亿呀！你们说，这苏南雪该不会真的是什么大人物吧？绝不可能，她呢，不过就是会些床上功夫罢了。再说了，她要真是什么大人物，还用得着出去捡垃圾吗？对，婉婉说的对，是小贱人要是有什么通天的背景，她会甘心在咱们家做了3年的家庭主妇吗？啊？什么玩意儿？阿姨，你们放心，明晚的招商会，只要他敢来，我一定让他死在我手里。南雪，那3只疯狗终于走，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礼服？好，我试给你看。南雪，你穿这件礼裙真的很美。
苏南雪，没想到你们还真敢来。我们有什么不敢来的？这场招商晚会可是苏氏集团举办，来的都是华国帝京的顶级家族。就算你傅家有些地位，在这些大人物面前又是个什么东西？我很好奇，你们敢在我面前这么狂妄，背后到底找了什么样的靠山？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背靠的是苏家。很快，我张家就会走上华国的商业巅峰，到时候你傅家在我眼里也就是个蝼蚁。背靠苏家，你们这又是被谁给骗了？苏南雪，你别以为你穿上了几百万一件的礼裙，再搭上了个傅凌远，就敢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了。苏南雪，你要是识相点，就赶紧自己，这可是苏家的主场，得罪了苏大小姐，你纯粹自己找死。傅凌远都保不住你，找死的是你吗？傅凌远，我承认你在云州是有些地位，但这地位要往上爬，靠的是关系。如果你非要跟我抢这苏家的千亿项目，到时候自取其辱的是你。哼，那看来你对自家这个百亿订单势在必得啊。不如说来听听，你找了个什么靠山？就是说出来呀，你这种没见识的穷鬼也不知道。快把这两只臭苍蝇给我赶出去！晦气的很。把我们赶出去，那这场招商宴会可就办不了喽。哼，南雪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总有底气说出这些话？你撒谎的样子可真悲哀呀！你现在的样子是真恶心。既可悲又恶心的是你吧？苏南雪，我看在我们有3年婚姻的份上，好心提醒，这场晚宴不是你能去的。如果惹怒了里面的大人，我看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泽卡，我们少跟他们废话了。哼，这都是他自找的。来人，怎么回事？在这里大吵大闹。陈经理啊，今晚是苏氏的招商晚宴，那苏大小姐也会。那么宴会厅内闲杂人等不能进入吧？没错。可是这里有2只不知死活的苍蝇在这边乱飞，搞得宴会厅乌烟瘴气，臭气熏天。请问你们是谁？一个是个收破烂的穷鬼，他呢，穷鬼的老公，赶紧把他俩赶出去，省得得罪了今晚来参加招商晚宴的贵宾。不好意思，请你们离开。不好意思，请你们离开。这个人呢，昨天还大闹了我们张家和傅氏的签约仪式，毁了本该属于我们张家的100亿合同。陈经理，你要是不把他们赶出去，指不定今晚又作什么妖呢？今晚的招商宴会有贵客要到来，绝对不可以出任何差错，请你们2位自行离开，不然别逼我们请你们出去。你不认识他，好歹也认识我吧？你能承担得起赶我们出去的后果？傅氏集团的总裁傅凌远，不好意思啊，苏大小姐不仅是我得罪不起，你也是得罪不起。别逼我赶你们走，傅总也不想在这里因为这点事丢了脸面吧？陈经理，还等什么呢？等那位大人物亲自过来，把他们赶出去吗？来人，慢着！你不认识我，也应该认识我手里的邀请函吧？竟然是至尊邀请函，这可是晚宴最高级别的邀请函。这可是晚宴最高级别的邀请函。你个穷鬼，你从哪里拿到的邀请函？竟然还是至尊邀请函！陈经理，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检查，他那个肯定是假的。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苏氏集团董事长苏德胜亲自印的印章。哼，陈经理，你听听，他说他的邀请函是华国首富苏德胜盖的。苏南雪，我允许你说话离谱，但是不允许你说话这么……苏南雪，你下一句该不会说你就是苏大小姐吧？哼，苏南雪，我看你是想当苏大小姐想疯了吧？虽然你也姓苏，但完全不能比。至尊邀请函是吗？我猜你在这上面盖个假章，应该也就花了几10块钱吧。这位大人物马上就要来了，要是惹他生气，被魏总怪罪下来，我可是担当不起。保安呢？赶紧过来，把他们俩的腿打断，
再把他们丢出去。慢着，魏总魏成是吧？魏成，几年不见，倒是长进了，连你的手下都敢扬言要把我的腿打断，还要把我丢出今晚的招商晚会。我能有今日，全靠大小姐几年前的提携。是谁敢冒犯大小姐？给我5分钟时间，我一定赶到。3分钟，我只给你3分钟。如果没有出现在我面前，那我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让谁来接替你的位置。你好大的胆子！魏总可是苏大小姐钦点上任，你一个穷鬼也敢在这里随意指挥？看来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保安，都给我过来，把他们好好教训教训，让他们跪从这个宴会厅爬出去。是。林远，小心点。放心吧，我没事的。还有1分钟，你将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苏南雪，你还装呢？我倒要看你装到什么时候。还嘴硬！你们给我继续打，把他们俩的腿给我打断！都给我住手！都给我住手！10分抱歉，苏小姐，我来迟了，给您赔罪。魏总，你干嘛跟这个穷鬼道歉啊？我刚刚都已经替你教训过他了。还敢口出狂言，简直该死！10分抱歉，苏小姐，是我管教属下不周，请您责罚。你的下属联合这4个人言语侮辱我，还丢掉了我的至尊邀请函，甚至说要打死我。你说我要怎么责罚你才够啊？魏总，明明是他私闯宴会，我也只是在为了晚宴做准备啊！闭嘴！不长眼的东西，连他你也敢得罪？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赶紧滚！魏总，不好意思，我不仅没有被他们打死，还依然好好的活着。你，南雪，难道你真的是那位苏家大小姐吗？凌远，我们走吧。好，抱歉，苏大小姐，是我管教属下不周，请您责罚。随你怎么处理。走。来人，把这4只臭苍蝇给我扔出去！住手！魏总，我们可是有邀请函的人，想必你也清楚，有招商晚宴邀请函的人都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你没有邀请函又能怎么样？冒犯了我们大小姐，就算你们有10张、100张，照样得滚！魏总真是好大的胆子，我原谅你不认人，那这个你该认识吧？你们从哪弄来这份设计画稿？还是西瑶本人亲手设计的？魏总，好奇心太重的人是会短命的。我劝你还是识相点，赶紧放我们进去。让他们进去。哎，你也在这儿？好久不见，怎么了，宇先生？副总，我听说今晚的招商大会，西瑶也会来。西瑶，是那位华国第1建筑设计师，拿到诺贝尔建筑奖的西瑶。对，如果今晚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西瑶的话，恐怕很难拿到苏家的千亿项目。怎么回事？我从未和江红说过，今晚我会以西瑶的身份参加招商大会啊。宇先生，可以问一下，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今晚西瑶会来参加宴会？不用问了，因为西瑶已经来了。你是西瑶？没错，这个是我针对千亿项目的商业园区设计的图稿。厉害啊！不愧是西瑶，这么精彩的设计图纸，只有西瑶本人才能设计出来。钱婉婉怎么会有我的设计稿？西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我的能力能达到你的1/10，今天看到你的设计图纸，我才发现我落后你是如此之多呀。副总，今日项目竞标，你恐怕要做最坏的打算了，我恐怕难敌西瑶。既然你说你是西瑶，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既然你说你是西瑶，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打什么赌？就赌今天这场招标中标的会是傅氏，而你们不仅得不到这个项目，还会因此而覆灭。南雪，你不用为了我强出头，让我来。我知道该怎么做，会没事的，放心。苏南雪，你要不是耍了手段，连这个宴会厅都进不来，凭什么跟我？就凭我才是西瑶，而你是冒充的。我刚才没听错吧？他说他才是华国建筑界的第一设计师西瑶。你不知道吗？这个商务园区也是西瑶本人亲自设计的。这女人之前还在张家和傅氏的签约晚宴上说自己是首富千金呢。要我说，她的话不可信。不一定，西瑶从未公开露面过，这下突然出现了2个西瑶，到底谁真谁假呀？很难判断。我真的受够你了，苏南雪！不仅冒充苏家大小姐，现在还冒充设计师西瑶，还有谁不敢冒充？西瑶都站在你面前了，你怎么还嘴硬呀？哼，你呀，就把你收的破烂全部当赌注，我们大家不会嘲笑你的啊！泽凯，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跟他赌，让他死得瞑目。不过，苏南雪，你打算拿什么跟我做赌注啊？泽凯，我们就跟他赌一次嘛，也让他死得瞑目。不过，苏南雪，你打算拿什么作为赌注呢？如果我输了，我不仅会把这个千亿项目交给你们张家来做，我还会额外给你们补偿500亿。苏南雪，你跟了我3年，你什么底细我不知道，每个月只有几千块的工资，你也配？你是在侮辱我吗？这场招商是华国商会会长江红承办，那我们就把江红请过来做见证，这样你们总放心了吧？那当然可以，不过你能请得动江红？谁说不可以？我可以为苏小姐见证这场赌约。江红竟然真的来了，还要帮这个女人见证这么无理的赌约？该不会这个女人真的有2把刷子吧？苏南雪居然真的把江红给叫来了，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撞上了而已。张泽凯、钱婉婉，现在江会长已经到了，你们赌注想好了吗？张泽凯、钱婉婉，现在江会长已经到了，你们赌注想好了吗？好，如果你真的是西瑶，我把我张家的所有股份都转让给你。泽凯，你这个赌注是不是下的有点太大了？苏南雪这个小贱人就会使一些阴谋诡计，小心他又把你给耍了。婉婉，你真的是西瑶，没错吧？阿姨，难道你宁愿相信苏南雪那个骗子，也不愿意相信我吗？苏南雪跟了你们3年，她是什么德行，你们再清楚不过了，对吧？对，如果我们赢了这场赌局，不仅可以拿到苏氏的1000亿订单，还能白拿500个亿。有江先生在，苏南雪她不敢耍赖，这不是天上的馅饼吗？南雪，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何必趟进这趟浑水里？凌远，我已经嫁给你了，那当然有难同当了。你放心，你就等着看好戏吧。钱婉婉，虽然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偷来了我的设计稿，但你知不知道，你手里偷来的也只有半份。这不可能，所有的设计稿都在这里了，这些都是我自己画的，少没少，我不比你清楚吗？苏小姐，这份设计稿已经设计得很优秀了，应该不会有缺失的部分吧？听到了吗？宇大师都已经说了，这份设计稿是完整的。苏南雪，别以为你胡编乱造几句就可以质疑我西瑶的身份。我当然不是空口无凭了，因为我带来了另外一半。宇先生，看看吧。难道苏二小姐真的只给了我部分图纸？苏南雪，没想到你道具还带得挺充足。不过不知道你用了什么狐媚的手段，勾引了江先生，让他陪你一起演戏，太精彩了！结合这部分设计稿，才能把这个商业园区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呀！苏小姐，难道你真的打算用 AI 技术构建这个商业园区吗？没错，
我设计这个初衷呢，就是为了用 AI 技术，可以让年轻人更方便便捷在这里购物和办公。秦婉婉，你懂吗？苏小姐说的对，刚才这位小姐给的设计图确实不完整。婉婉，她在说什么？苏南雪她说的是真的吗？婉婉，苏南雪说的都是真的吗？你快说！泽凯，肯定是苏南雪，她跟踪我，偷走了我的图纸，你一定要帮我讨回公道啊！你接二连三冒充我的身份，你还想要公道？是不是不把你逼到绝境上，你是不会承认了？如果你真的是西瑶，那这个是什么你总知道吧？不过就是一支破笔而已，装神弄鬼。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笔啊！当年西瑶的建筑设计图在诺贝尔奖上拿下第1名，这是颁奖人辛迪亲自为他打造的素描笔，无价之宝啊！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了全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原来你真的是西瑶，南雪，你既然真的是西瑶，我都跟你说了，把这件事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啊，他真的是西瑶啊！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大人物啊！秦婉婉，大人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你才是西瑶吗？说！秦婉婉，这个毒液可是把我们整个张家都没进去了，你把我们张家害惨了！难不成苏南雪她真的是西瑶吗？好了，这场赌约的结果已经出来，张家所有的股权都将归于苏南雪。这场慈善晚会，项目中标者是富氏集团总裁傅凌远。绝无可能，我不可能把张家的股份全都转让给你。3年前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这3年是因为靠着我的扶持，你才走到如今的地步。我只不过是把我给你的都收回来而已。苏南雪，我再说最后一次，我有现在的地位，靠的是我自己的拼搏和努力。就算你是西瑶又怎样？西瑶能帮我走到如今这步吗？我不想再跟你多说了，你真是疯了。张泽凯，我提醒你，3天内将你的筹码转交给苏小姐。苏南雪，你明知道自己是西瑶，还故意耍我们，你是存心让我们张家万劫不复啊！你这个没良心的毒妇，我掐死你！南雪，看在以前的情分上，能不能不要把张家赶尽杀绝？我求你了。往日情分，你跟南雪的往日情分，不早就已经被你给挥霍完了吗？来人，把这4个人给我拖出去，别在这里碍眼。苏南雪，你等着，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自己会走。南雪，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副总，您觉得我身为华国的首富特助，除了首富，还有谁能够值得我如此维护？所以你真的是首富千金苏家大小姐？所以你真的是首富千金苏家大小姐？凌远，其实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没什么，其实今天你拿出这尊邀请函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所猜测了，只是当时心里有所怀疑。但当我知道你真的是苏家大小姐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震惊。凌远，其实这几天你把我护在身后的样子，才更加让我惊喜跟感动。副总，只有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这句话说的不错，让我老爸给你加工资。多谢大小姐。苏二小姐，苏南雪居然真的是西瑶。我只是在他的抽屉里看到了西瑶的设计稿，就拿给了你。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西瑶。这几年他藏的可真够深的。又被他耍了，我不会放过他的。你想怎么不放过他？她可是苏家的大小姐。你说什么？她苏南雪是苏家大小姐？她苏南雪是苏家大小姐？
你没开玩笑吧，苏二小姐？不然你以为我怎么从他那里，怎么就拿到了设计稿？行，完了，3天之后就是苏大小姐的回归宴，届时她将继承苏家家主之位。我之前那么得罪她，我是活不成了。谁告诉你的继承苏家家主之位只有他苏南雪一个人？你可看清楚，苏家家主的扳指现在在我手上，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呢，就是帮我夺回苏家家主。如果我的好姐姐意外去世，那继承苏家家主的可只有我了。等待你的也是无尽的权力和财富。苏二小姐，她活不到那天了。明晚我来接你去回归宴。好。拜拜。拜拜。你把我绑到这里来，想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是杀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地步？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不是因为你咎由自取？你接二连三的冒充我的身份，你还不长记性？要不是你隐瞒身份，我怎么会暴露呢？这下好了，我什么都没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没了。所有的一切，你所有的一切本来就不是靠你用正规手段得来的。我的手段在你面前很可笑，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天生娇贵，而我生来穷困。你唾手可得的东西，在我这里困难异常。我要是想挤入上流社会，我需要用尽手段啊！哪怕双手沾满鲜血，我也不惜一切代价。不过比起可笑，可笑的人是你吧？堂堂华国首富千金，为了一个张泽凯，你做了3年的家庭主妇。苏南雪，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招商晚会上，你对张泽凯百般维护，怎么，他们张家崩盘，这么快就变脸了？他张泽凯不过就是我跻身上流社会的一块垫脚石，现在他没用了，当然可以踹掉。毕竟我已经有更好的筹码，不是吗？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杀了我，你就能顺顺利利的进入上流社会？当然了，毕竟除了我，还有别的大人物想要你的命。别的大人物有意思，难道你就不怕你又一次被人骗？我告诉你，我已经穷途末路了，所以但凡有一点点机会，我都不可能放过的。南雪，南雪，凌远，退后，别靠近我，不然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不过来，只要你能放了苏南雪，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傅凌远，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我？对，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全都可以给你，你可以绑了我，我可以当你的筹码。傅凌远，我现在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明明前几天我亲眼看着，还是苏南雪强迫你去领的证啊，这才几天时间啊，你居然能为他牺牲到这种程度，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你不懂，虽然我认识南雪才几天，但是她给我的感觉像是认识了好久。也对，像你这种人，又怎么可能会懂还有比金钱权势更可贵的东西？闭嘴！只有你们这种有钱人才会谈什么狗屁爱情。秦婉婉，你真的以为我这个身家不菲的苏家大小姐是能随意被你绑架受你胁迫的？什么意思？如果你杀了我，苏家会让你付出1000倍代价。我好心提醒，这个代价
不是你能够承担得起的。怎么样，要不要试试看？看看是你的刀子快，还是我的子弹快？把刀放下！小姐，对不起，我们来迟了。再下去。南雪，你没事吧？我没事。秦婉婉，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你，你竟然蹬鼻子上脸想要我的命，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说出背后主使是谁。就算我不告诉你，你又能拿我怎么样？是吗？绑架华国的首富千金，你觉得你的下场会好到哪儿去？只要你肯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是苏琪，他让我杀了你，只要你死了，他就能坐上苏家家主的位置，到时候什么都有了。看来今晚的回归宴有好戏看了。今晚是我们张氏集团唯一起死回生的机会，只要能见到苏大小姐，告诉她我们集团的困境和优势，我想她肯定会帮我们。哥，我们都被秦婉婉骗了2次了，这次还能相信她吗？秦婉婉我倒是不担心，我倒是担心苏南雪那个贱人，她把我们张家毁成这样，就怕她来回归宴上打闹。今晚是苏家大小姐的回归宴，也是苏家家主的继承仪式，整个华国没人敢乱来，就算给苏南雪100个胆子，她也不敢胡来。贵宾们，请进。哥，邀请还有效啊！我们真的能见到那位苏大小姐了。小凯，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拯救咱们张家的这次大危机啊！未来今天来参加宴会的，可都是帝京的顶级好客。谢谢，更显年轻了。干一干！欢迎各位来参加苏家大小姐回归宴，今晚也是苏家新一任家主继承仪式，感谢各位齐聚在此，见证苏家关键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苏大小姐。苏二小姐，苏南雪已经解决掉了，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怎么回事？她不是苏家2小姐苏琪吗？苏琪，你站在上面干什么？今天可是苏家大小姐的回归宴。江会长，快把苏琪拉下来，她一个2小姐，怎么能站在那里？今天来参加晚宴的都是帝京顶级家族，我想各位或多或少应该见过我，知道我就是苏家的2小姐。没错，今晚确实是苏家大小姐苏南雪的回归宴。哥，我没听错吧？他说苏家大小姐叫苏南雪。别多想，可能是同名啊。但是很不幸，我刚刚接到消息，我的姐姐苏南雪已经去世了。去世了？这是真的假的呀？你说什么？不可能！苏家大小姐怎么去世？那怎么可能？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去世？你说苏家大小姐去世了，那你就拿出真凭实据，不然我们不会信的。既然苏家大小姐已经去世了，那苏家家主之位就理应由我这个2小姐继承。谁敢造谣我已经死了？谁敢造谣我已经死了？苏南雪这个贱人怎么就阴魂不散了呀？
是不把我们张家害死，誓不罢休啊！苏南雪，别以为你跟苏家大小姐同名，你就能冒充她，上到这个宴会里胡作非为。苏南雪，你害得我张家家破人亡，如今还来闹宴会，你是想死吗？我就是苏家大小姐，何须冒充？倒是你啊，我现在都站在你面前了，你还要继续冒充吗？赶紧给我滚出去！我凭什么要滚？苏家家主之位本来就该是我的。痴人做梦！我告诉你，有我在一天，你就绝对不可能成为苏家家主。苏南雪，你是疯了吗？竟然敢打苏家二小姐！我看你是在找死！他想找死，就让他死去！你们就是云州张家吧？一家人都不知好歹，愚蠢至极！你们竟敢想让苏大小姐死，我看你们是自寻死路！你们在说什么？岂有此理！我倒要看看你今晚谁敢跟我女儿抢着苏家的家主之位。今晚谁敢跟我女儿抢苏家家主之位？拜见苏家家主。您老人家怎么都被惊动来了？丫头啊，我要再不来，你就要被欺负的不成样子了！你们真是一群愚蠢的东西！你们知不知道，台上这位在你们张家贴心服侍你们，给你们做了3年的家庭主妇，最后却被你们羞辱、欺凌、扫地出门，她才是真正的苏家大小姐。哥，苏南雪，她难道真的是苏家大小姐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苏南雪在张家待了3年，还有真的是苏家那位大人物，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南雪，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苏家大小姐？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哪一次你信了？那这3年，你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帝京刘家刘和文，公主苏南雪小姐继承苏家家主之位。帝京裴家裴全良，公主苏南雪小姐继承苏家家主之位。帝京杨家杨哲言，公主苏南雪小姐继承苏家家主之位。帝京齐家齐昌瑞，公主苏南雪小姐继承苏家家主之位。恭喜你，南雪。我这3年到底都是做了些什么？你就算是苏家大小姐，又能怎样？你们可看清楚了，苏家家主的扳指在我手上，只有我有这个资格继承苏家家主。你就算是苏家大小姐，又能怎样？你们可看清楚了，苏家家主的扳指在我手上，只有我有这个资格继承苏家家主。要不要老爸帮你啊？老爸，你也太小瞧我了，我都要成为苏家家主了，这点小事还解决不了吗？我怎么不知道，苏家的家主之位依靠的竟是这么一枚破戒指？那是不是代表在座的各位，只要谁捡到这枚戒指，谁就可以继承苏家家主啊？按照苏家的规定，这枚扳指是苏家家主的唯一信物，你不会连老祖宗定下的规矩都敢不遵从吧？你还有脸跟我提苏家家规？好，那我就好好告诉你，你的确是苏家的千金，只不过你是苏家旁系捡回来的私生女。按照家规，私生女没有资格继承苏家家主。江红，是苏琪让我杀了苏南雪。她说，只要苏南雪死了，她就可以坐上苏家家主之位。这些都是她指使我做的。江红，她残害手足，按照家规应该怎么处置？逐出苏家，报警处理，再把牢底坐穿。姐，我知道错了，姐，我求求你原谅我，苏家家主之位就理应由你继承，是我这个雄心豹子胆，姐，我求求你原谅我。我可以原谅你，不将你赶出苏家，但你犯了错就该承担后果。江红，把他交给警察局，让警察来处理。是。不要，姐，我不要去警察局，不要。
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姐。各位不好意思，刚才出了一点家事，现在我们晚宴继续。蓝雪，这3年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这苏家大小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哪一遍你信了？跟你在一起这3年，你瞧不起我，侮辱我，打骂我。我和你说富士集团的100亿合同是我帮你拿到的，你不信。我跟你说我是手扶千金，你也不信。倒是那秦婉婉的鬼话，你倒是信得不亦乐乎的。南雪，我错了，都是秦婉婉那个女人蛊惑的我。这3年，我们经历了多少风，我求你了，你回来吧，我会好好弥补你，我们重新在一起吧，好不好？这世界上有2种动物的眼泪不能吸，一个是鳄鱼的，一个是你的。你以为流2滴廉价的眼泪就可以挽回我吗？你太可笑了。南雪，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怎么样都不用，因为我和你已经恩断义绝了。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好了，我知道错了，别撒泼了。你这样的样子只会让我更恶心。我现在觉得跟你离婚已经不够了。江红，吩咐下去，让张家从云州彻底除名。完了，张家彻底完了。林远，南雪，很幸运能遇见你，和你结为夫妻。以后我会一直宠你、爱你、保护你。好。林远，这里太晦气了，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过2人世界吧。